我最近特别想吃烤鸭，但是饭店动辄188一只，吃一顿就给我兜掏稀碎，所以我高价买了个商业版配方，打算在家实现烤鸭自由。配方上说烤鸭要想好吃，必须得用砖炉。于是我买了2吨建材和3瓶速效回家搭炉子，但是从我搭那天开始就一直在下雨，3天下了8回，根本封不上顶。我估计等这炉子晾干投产呢，我他妈可能都穿上秋裤了。后来我和鸭子都有点等不及了，就决定路见不平绕道而行，我直接买了个烤鸭炉。然后这配方特意强调了，就一定要把气儿打匀，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用嘴吹，这样口感会更佳。我严重怀疑这话就是骗同行的，但就在我怀疑这功夫，胖已经给自己吹没劲了。为了缅怀他和这只鸭子，我们非常认真的对待了每一个步骤。终于在30多个小时的制作过程之后，我们迎来了一只俏黑的狗黑鸭。我操，哎呀我。后来我又失败了几次，但我想通了一个事儿，就火候肯定不是3、2天能掌握的，我们应该扬长避短，我们的长项是熬啊。所以第2天8点，一人一个小板凳，准时坐着开熬。完我还加了个好运 buff， 我把之前在德物买的黑曜石手串也带上了，我可太需要点好运了，这月我都已经买仨了。正赶上他们最近搞活动，这种好看又有好寓的小首饰很多都是8折起，链接我放评论区了。七不知道给对象买啥的可以去看看，没对象呢就看给自己买点啥吧。完这回再开盖，鸭子终于成了，烤得越来越好，还给邻居送2只。当然前面那几只也没白牺牲，在实现烤鸭自由的路上还收获了一波鸭架糖自由。后来这烤鸭出炉了，我1秒也等不了了，火速给它装盘上车了。这鸭子片的滋滋冒油，真要我命啊！特别是这鸭皮，这蘸板白糖吃可太爽。不过仅有的理智还是让我们保持住了一点仪式感，一口一饼酱不流嘴，是我们对这只鸭子最后的优雅了。真的，我吃这烤鸭的时候热泪盈眶的，想想我这几个月的经历啊，从美食博主干成真实博主，甚至还一度干过户外博主。我现在终于回到美食序列了，我操！整3个月呀！你知道这3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今天又在家烤串了，咱不知道这玩意儿谁研究的，但给我们家人整够呛。要是半个月没吃，哎呀，浑身不得劲儿啊！你说年关将至，万事忙，全国人民都在那琢磨年夜饭和囤年货呢，唯独我们家人啊，睁眼就开始琢磨什么时候能给那半只羊吃了呢？烤羊串吧，不用腌，就是糖盐、孜然、芝麻、辣椒面干就行。完早上拿点肘子换的红柳签子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啊？我觉得这玩意儿和铁签烤出来不是一个味儿。然后拿羊腿熬了一锅鱼羊鲜，今天不冷，我们就端外面喝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大雪地里来一碗冒热气的羊汤，再撒点葱花、胡椒面，这种快乐绝对是东北独有的，而且是冬季限定。我们平时在家吃就是带骨羊排和羊肉串，今天我姐来了，特意给她买了一卷腰子，这大腰子烤焦点，烤得梗梗啾啾的，再撒点白糖。咱不吹不黑啊，我感觉没有任何一个女生能拒绝这串大腰子。完要过年，我姐也开始臭美了，染了个头，做了个美甲，还在德物买了个小金手链。我姐还挺会挑，这小金虎戴上真挺好看，再系个红绳，就太适合新年了。而且最近新年活动老打折，她也没花多少钱，链接放评论区了。过年了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小手链，新年走走鸿运呢。但是我感觉她这个指甲应该是做早了，我看她今天扒蒜他们有点费劲呢。下午收拾东西，晚上不愿意动了，就吃点整事儿的。这锅是羊腿火锅，等会儿下面条。完这边烤点鹅肝和牛肉，现在属于是火锅局和烤肉局凑一起了。本来说愿意吃啥就坐哪边，后来我看选都挺揪心，我说拉倒吧，一锅一锅来吧。先吃的是烤盘，正好我妈中午没在家，给留了几个腰子一起热了。完这边羊腿蘸点韭菜花，吃完就下面条了。最后这点火锅面吃的太舒服了。等我爸睡醒来吃面条的时候，说你们挺厉害，这锅还能烙油饼。我一看哪有油饼啊，那是烤完鹅肝擦油的纸啊！你刚才上去整块啊！我前2天种草了一个榨油机，按那个卖家说的，这种古法笨榨的花生油吃着健康，炒菜还特别香。我寻思榨完可以给全家都分点呀，所以我一气买了30斤花生米。那炒花生的时候屋里得有40度，我感觉我们都要比花生先熟了。这机器我们也没使明白，鼓出了2个小时才鼓出这么多，完了还全是渣子，就感觉古法笨榨呀，我们就占了个笨。完家里没有酒精，这酒精灯里就点的 Zippo 油，但点这玩意儿好像给我点一氧化碳中毒了。当时很多事儿我现在都没印象了。我姐提了个气管子给我弟打氧，我到现在没想明白为啥。后来剩的那29斤半，我们就琢磨拿石磨给它磨成花生酱，但是这一下就多个大火。我们试了很多办法，发现还是一粒一粒拔最快，但这桌子上起码得有2万粒，这活实在是太让人绝望了，根本看不到尽头。后来我姐都要弃我们而去了，出门之前还人工磨个皮。她说这是她最新被种草的秘密武器 AKF 的散粉，这粉老细了，还很贴合肤色，上脸很自然，秒磨皮，上妆一整天都不带脱的。关键是在实惠 BP 买直接3折，才花20多。点评论区还能领188现金。
斤，老划算了。但他走了，我们还得接着扒呀。就这画面在电视上看着，都得以为我们接受劳动改造呢。后来就爱咋地吧，我们拿花生米出去社交去了，车里坐不下了，就把大驴先留家磨着了。完开饭店的哥们非常热情，非要留我们吃一顿。我们当时心里惦着大驴呀，是10000个不愿意啊，但是社会上的人情世故他没办法。我们坐在那如坐针毡呢。后来看了会儿他直播拉磨，才解压了不少。完赶得也巧，他磨差不多了，我们也回来了。该说不说的，他磨这个花生酱是真好。我发现拉磨这个事儿他确实有天赋。我仨决定以后不拖他后腿了，拉磨这活就让他个人干了。完还剩了点花生，就连之前剩的芝麻一起做酥糖了。DL 自己磨了一宿的花生酱，我们必须得重视啊！拿它做了一个超大锅的海鲜砂锅粥。这一天一宿啊，花生油未遂，花生酱还给吃没了。从520干到521啊，难以想象啊！520这么好的日子一宿不睡，居然是因为拉磨，我掐了。我最近对磨面粉这事儿特别感兴趣，正好我弟最近发现一个好吃的荞麦面，所以我买了60斤荞麦，打算做点粗粮。于是，在一个风不调雨不顺的日子里，驴儿们又再一次拾起了那熟悉的磨盘。不过磨这玩意儿还挺上头，跟个圆规似的，给地板都画出来了。但这个拾碾子和拾磨还不一样，它转多了迷糊。为了不吐到磨盘上，我们想了很多办法，但是发现戴上眼罩更迷糊。就我怀疑驴其实也迷糊，但他就是吃了少掌握一门外语的亏，所以他有苦说不出。真的就这么说吧，那天狗好信跟着一起磨了一袋，后来给狗都转吐个嘚的了。然后过一遍筛就可以得到荞麦面粉了，就很明显能看到自己磨的粉并不白。不过比面粉更珍贵的是这些荞麦皮，就是为了多攒点荞麦皮才买的60斤荞麦。我打算缝出一个世界上最舒服的荞麦皮枕，所以我又花了150块钱买了个缝纫机。据说当年它的始发价格就是这些。然后我们用了5个小时才学会如何组装呢。后来师傅实在熬不动了，说你们赶紧出师吧。结果我们当场被劫了，距离我们研发出世界上第一款长在掌心上的枕头就差了2公分。这一下给我们吓饿了，就搞了2袋阿宽的红油面皮儿，都是现成的，吃着也方便。但我一打开，发现它怎么翘黑，有点臭呢。完我弟说这是新出的酸笋味儿，翘黑是因为它是荞麦面。不过这酸笋味儿还挺正，这酸臭酸臭的，纯螺丝面皮了。还有烧烤味儿也不错，而且免煮方便，5分钟整一袋，比吃方便面爽。然后吃饱了，干活有劲儿了。我发现我在这个领域其实有很大的天赋，大概用了10分钟，我就可以熟练的把这个缝纫机踩冒烟了。这枕头看着多板正，一点毛病没有。重点是配色，我们选用的是当下最前沿的主流审美。它有一个很洋气的名字 ，Two Hands Rose Style。然后又简单和了和面，历时20个小时，我们这饸饹面终于压上了。我现在已经不满足于只吃一碗荞麦面了，我必须得吃海鲜面，还得挑贵的吃，我都恨不得拉饥荒吃。这一宿过得太魔幻了，这驴和老嫂之间疯狂切换的。我原来最常做的梦就是踩空楼梯，这回可倒好，我连梦了3天踩缝纫机，完早上起来累得腿肚直转筋。你说这他妈过的是什么日子？